大家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算得上很重要的国际新闻，德国媒体都做了报道，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很高的。否则，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发生什么事，别人根本就不关心。其实，德国媒体报道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政治冰期。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对北京的计划好的访问，原因是对一个疑似间谍气球的争议。现在他想弥补这次出访。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出现严重的外交分歧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本周前往中国。华盛顿的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将于周五出发前往北京。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了即将进行的访问，但美国国务院一开始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布林肯正在弥补他在2月初因指控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在最后一刻取消的一次计划已久的出访。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逗留期间，布林肯将与中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会面。最重要的是，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开放，以便以负责任的方式塑造两国关系。布林肯还将讨论双边关切的问题、全球和区域问题以及可能的合作领域。此前不久，布林肯已与中国外长秦刚通了电话。中国的立场尊重诸如台湾的核心问题。中国外交部说，秦刚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在北京说，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不要以竞争的名义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秦刚指出，今年以来，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他说，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克服分歧，促进交流与合作，稳定双方关系。诸多地方存在争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通常非常紧张，因为有一大堆争论点。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2月初，一场关于涉嫌中国间谍活动的争端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军方在美国沿海击落了一个可疑的中国间谍气球，美国指责中国利用该气球监视军事设施。另一方面，北京说这是一个偏离航线的民用研究气球，并抱怨美国人完全反应过度。美国紧接着指责中国在实施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计划，北京也拒绝了这一指控。南中国海上的事件，几天前涉及两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的事件引发了新的讨论。美国政府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必要的侵略性拦截行动。此后不久，美国披露2艘船只在台湾海峡发生的事件，美国政府反复强调，此类事件可能导致误解和误判。因此，保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以及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是极为重要的。德国知识点评，一说到这，我内心就无比愤怒。西方媒体都一个调，从不反思。你美国军舰战机航母跑到中国家门口进行挑衅，惹是生非，不安好心，而中国做出点什么反应，那就是中国的错。就这种行为让人对西方国家心生厌恶，越来越觉得中国应该强大起来，以牙还牙。对，我赞成以牙还牙，到时中国军舰也可以到英吉利海峡呀、墨西哥湾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如果他们说3道4，那中国就把过去那些陈年老账翻出来就行了。还有最近美国炒作的中国在古巴建监听站事件，也让人非常愤怒。美国在全球建军事基地围困中国，常常跑到中国家门口搞间谍飞行，连德国总理等西方领导人的电话都被监听。即使中国真的在古巴建立监听站，难道不可以吗？中国干什么事，难道要你美国的批准才行？中国可不是日本、德国，也不是台湾省啊。现在的美国就像一个怨妇，天天在炒作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话题，真的让人非常反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美国及西方的说3道4，其实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的焦虑，担心中国超过他们。美国不准中国这样，不准中国那样，说明了此国的霸权心态爆棚啊！可惜啊，你美国没那个实力对中国发号施令。
此时我脑海中又想起了杨洁篪委员长，怒斥美方，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讲话。当时布林肯听到这句话，他懵了，对美方来说那个场面太尴尬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在布林肯宣布行程前不久，关于中国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企图的新指控也被公开。布林肯几天前说，中国利用靠近美国的古巴岛收集情报信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是在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出反应。好了，朋友们，这就是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我为什么老是强调德国国家这个词呢？也是因为确实是国家媒体，而且我们以家庭单位，每个月强迫缴费差不多19欧元，单身人士也得交啊。你说你不看电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反正你得老老实实给我交费，否则就坐牢吧。另外德国媒体每次提到中国的央视中国日报等，都会加上中国国家媒体一词，所以我现在只是来一个对等处理，望各位谅解。鉴于很多德国媒体都关闭评论功能，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它推特账号上关于该报道的读者及观众评论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无助地在世界历史中徘徊。下一位，他不请自来的吧？他到那里干嘛？做一场离谱的表演？刚完成出访就进入战争状态？因为做一个好的西方国家已经尝试了一切，这令人难以忍受。下一位，像下图显示的那样，他访华又会没有美国国旗吗？朋友们，我仔细看了下面这张图还真的没有美国国旗。不过我怀疑这张图可能被做了手脚吧。一般正式的国事访问应该不会出现如此羞辱行为吧。如果这张图是真的，我还真佩服沙特这位王储萨勒曼，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我现在说的就事论事，我觉得萨勒曼这个人长得算很帅的阿拉伯人吧。下一位，天哪，这对布林肯来说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下一位，中国人有权像美国人一样行事。下一位，即使他受到接待，在中国他将一无所获。下一位，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必须最终进行谈判了。下一位，这位朋友贴出这张图，意思是假如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基地把美国团团围住，美国将会如何反应？下一位，美国将在访华前一天再次宣布制裁，因为中国的侵略政策，对吗？美国的一贯操作。然后他贴出了中美两国的对比。我们看左边，过去70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发起过任何冲突，甚至也没有发起过代理人战争。我们再看右边，而美国240多年的建国史中，发起过201场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只有16年没有战争。下一位，我掌握的最新情况是，北京根本不想接待他，他是想把自己强加于人，还是直接去台湾，再次得罪北京？下一位，但愿他剃光了屁屁上的毛。朋友们，我相信大家懂这位读者的意思吧。下一位，指责中国搞间谍活动，这位美国佬应该克制一些。下一位，也许美国会在彻底丢脸和退出比赛之前慢慢认清现实，与小英国这个看门狗一起维护世界治安已经行不通了。下一位，无稽之谈，自从美国在瞌睡虫 JB 的领导下再次在不公正的乌克兰国家进行战争后，他在世界上的声誉已经下降到了0。布林肯再也难办成什么事了。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布林肯将访华的读者评论。他是一个间谍气球，还是如报道中所说的仍然只是一个可疑的气球，或者他最终不是一个间谍气球？在气球被击落后，美国方面变得太安静，尽管美国有足够的时间为他们的指控提出证据甚至证明。下一位，对布林肯访华，中国会有什么反应？可能会非常冷淡吧。下一位，
单一的积极事件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转机，这是中国的古老谚语。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外交联系，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否则还有什么呢？下一位，外交是重要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很想看看两个大国及其代表如何会面，以尊重的态度，祝会谈取得成功。下一位，我很佩服布林肯，在他上次访问期间，他在摄像机前被当面羞辱，这是很强硬的毛主义东西。他当然不抱幻想，但他知道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因为中国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正如习近平所宣称的。下一位，实际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记录是灾难性的。我看到的唯一真正的进展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和解，但布林肯没有参与其中。下一位，不，这要算到中国头上。在任何情况下，萨勒曼王子对美国不再满意。下一位，美国利用比如说土耳其来收集俄罗斯的情报，为什么中国不能在古巴做同样的事情？古巴危机时的导弹也是如此，这显示了西方的虚伪。好，朋友们，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明镜周刊》的读者评论。根本说不上中方期待布林肯的来访，布林肯想在适合他的时候来中国，但中国由于被夸大的所谓间谍气球事件，在春天根本不想见他，现在也不想等着他的到来。关于这一点的原话是：中国的外交政务非常繁忙，不能只为美国国务卿待命，而且他们可以放弃一个只想一次又一次地质问中国什么时候会站到俄罗斯对立面的人。下一位，至少还可以和中国会谈或者见个面。与这两个国家，即使台湾和监听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如此，他们正在努力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俄罗斯则像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混蛋一样固执。下一位，至少他们还互相讲话，如今必须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积极的东西。下一位，多年来，中国的核心问题已经有了外交解决方案，西方正式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与台湾保持平等关系。这一点正被中国近年来日益咄咄逼人的政策所质疑。就台湾而言，其背景可能主要是对全球日益增长的微芯片需求的开发和生产。西方国家目前正在针对中国实行多样化的政策，以减少风险。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和平的贸易国家，从而至少保留一块西方的蛋糕。这样一来，大家都能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下一位，美国在中国周边有多少个监听站？甚至不比古巴离美国更远。例如，在该地区的盟国如日本、韩国等都有监听站。下一位，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发动侵略战争，类似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西方民主国家最好在未来从经济上孤立中国，并将所有西方公司的产能转移到美国。美国本身已经通过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走上了这条道路。幸运的是，拜登正在全速推进这一战略。遗憾的是，在欧洲，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继续依靠在中国的合作和生产，这在未来将再次被证明是一个昂贵的错误，类似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下一位，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自卑感，他们从一个领先的大国跌落到被占领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只是通过毛泽东以来的资本共产主义长征，才重新获得了国家实力的地位。现在是时候让中国明白，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所谓的优越性而拿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来冒险。下一位，为什么美国对监听站的问题如此大惊小怪？他们在韩国和台湾也有一些平等权利，可是美国宪法的一部分。下一位，无论如何，事先直接讨论关键点，比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外长用他的冒犯的方法要好。作为一名外交官，关键点不是在记者和摄像机前讨论问题，当然，除非你不想与你的同行交流，而是与你的国内选民沟通。下一位，习近平没有必要先指责别人，
谁愿意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主导的世界？这就是所有自由的终结，而这一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就此打住吧。大家一定发现了，在刚才3家德国媒体的读者评论中，德国明镜周刊的读者评论应该是对中国敌意最深的吧？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方媒体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西方的媒体背后都有自己的金主，而金主是有政治立场和目的的。